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之前呢有朋友请吃饭，我对其中有一道菜的印象真的相当之深刻，因为一开始看到一盘菜长得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这个是准备生吞吗？我承认我有点紧张了，我不敢说也不敢问，生怕一问就暴露了什么。斜眼看了一下人家，一口喝掉，这个操作也是让我觉得很迷，但是我觉得怕什么，反正也吃不死，抓起来仰头就是一口。所以刚刚的味道是芒果吗？我可能需要再吃一个，那感觉就像是一个超大的芒果抱抱树。我可能真的是个土狗。接下来嘛，我就对这个披着生鸡蛋外衣的芒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不知道大家有尝试过这种料理的经历吗？请尝试过的弹幕扣1，没有尝试过的请勇敢喊出我是土狗。回家以后我就做了一番功课。首先嘛，这个是分子料理的一种，而且是入门级的分子料理。简单来说，分子料理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的烹饪方法，将食材变化为一种具备新的长相和口感，但又能兼具原始的口味做出来的菜品。听着很高深是吧？这里的芒果蛋呢就是一个例子，它其实一个就是披着鸡蛋外衣的球状芒果酱泡在蜂蜜水里的菜。常见的呢还有水果味的鱼子酱、蜂窝煤的蛋糕，又比如像棉花糖看着像朵云，其实就是一团糖，感觉它应该算是分子料理的鼻祖吧。而大家通常喜欢称这样的料理为龙吟料理。龙吟呢其实是日本一家顶级餐厅的名字，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世界排名都挺靠前的。在几年前因为拍摄过一部12集的火爆短片，其中呢就有讲到很多分子料理的手法和知识，所以后来每当大家看到分子料理的菜品都喜欢称为龙吟料理。分子料理之所以贵呢，无非是因为它的做法还有过程很费事，不仅考验手艺，也考验着制作者的审美和创造力。翻看了相关的文章和教程，我发现其实入门级的分子料理呢，通常会使用到这些辅助工具，比如最基础的就是芒果蛋，用到的呢就是海藻胶和钙粉，然后根据资料呢，我购买了很便宜的漏勺和球化工具。其实后面发现，如果不考虑外形的话呢，用我家的不锈钢勺子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这个料理棒呢是必须要有的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单靠手的话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充分混合这一步的。当然还需要电子秤，能看到小数点后面那一位的那种，至少3个大碗。辅助工具呢就是以上这些了，拥有了它们呢，你就可以开始实现自己的创造力了。这一次呢以芒果鸡蛋为例，首先我们先准备最简单的钙水，也就是将6.7克的钙粉和1000毫升的水充分融合。这个只要稍微用勺子搅一搅，应该很快就会混合均匀。上学的时候老师有讲到钙是不溶于水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化合物，总之呢它就轻易的溶解了。出于好奇我尝了一口，又涩还略带一些苦味，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尝试了。这个混合好之后呢，就可以放在旁边待用了。接下来就是做芒果酱，这很简单啦，就是把芒果削下来打成泥。我还向其中加入了一些糖水，当然不喜欢吃糖的朋友呢，也可以省略这一步。由于和海藻胶融合，口味呢会变淡，所以加一点呢会更好吃一些。我的比例是250克的芒果加10克的糖和150毫升的水，先搅拌成泥放在旁边。接着呢，我们来称海藻胶。我用了2.5克的海藻胶和250毫升的水，之后就直接用料理棒充分混合打均匀，要打到那种看不到白色粉末，全是胶体泡泡的那种状态。海藻胶是高分子辅助剂，用手的话，你可能打到怀疑人生的打晕，感觉就像是一碗胶水。在此我还对这个真的能吃吗感到怀疑。当然我查了一下，海藻胶呢是从海洋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，
在实用性上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和吉利丁、琼脂和卡拉胶有点像。之后呢，就将芒果泥和打好的海藻胶混合好。这个时候就有朋友问了呀，为什么不把它们直接全都合在一起打呢？其实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为了让大家清楚地看到中间的过程和各自的状态呢，我选择了分开操作。就这样呢，已经有了蛋黄的初步质感了。由于之前向其中打入了很多气泡，短时间内呢很难全部冒出来，所以需要将它放置在旁边静止2个小时。这些小气泡在钙化的过程当中会导致蛋黄呢浮在表面，那么上层的膜就没有办法闭合，从而导致蛋黄破裂或者变形。最后我们准备1大碗清水，就可以开始见证奇迹咯，进行我们的最后一步钙化。在这里我买了一个便宜的球化工具，其实也就是圆形的亮勺。将芒果酱加入勺子以后，就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钙水中，等待它脱离勺子。你可以稍微浪一下，然后它就下来了。从进入钙水开始发生反应到捞出，全程控制在1分半左右。时间太长的话，蛋黄的表面膜会很厚；太短呢，又没有办法成型。这个其实大家只要多试一下就能找到那个手感了。时间一到，立即用漏勺捞出，放入清水当中。是不是觉得很神奇？我第一次做出来的时候自己都感动了，做了1个就有第2个、第3个。一开始做的时候呢，发现老是有一个小尾巴，后来我就发现只要在勺子里边放一点钙水，然后放入钙水的时间够快，那么蛋黄的形状呢就会更加圆润。鉴于之前那个钙水味道的阴影呢，我是觉得可以多过2次水，免得有一个涩涩的味道。完了之后，为了美观，大家可以兑一点蜂蜜水，然后洗2个干净的鸡蛋壳。那这个就是成品的样子了。记得我妈第一次看到我把它们一口喝掉的时候呢，露出了一种很难以描述的表情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试着做一下，体会一下新式料理的口感和口味哦。而且在懂得原理之后呢，我还找到了椰奶，做了一个可以和黑猫那个完美的荷包蛋相媲美的芒果椰奶荷包蛋。当然也还有各种果汁蛋呐、悬浮蛋一类的。如果各位还有其他什么感兴趣的料理想要了解的话呢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露露呢尽量为你们解答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